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通口惠子女士所著的《老年的好心情90岁篇》这本书。本书适合那些希望了解如何即使年龄渐长也能保持好心情的人阅读。现代人寿命显著延长，离不开和平的社会环境和富足的生活条件。在感恩这些恩惠的同时，我们也迎来了人生100年时代的现实。然而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，健康状况可能会出现波动，经济压力也会随之增加。这些都是老年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挑战。活着本身就已经不容易，而思考如何面对生命终点，如何与死亡共处，又是另一道难题。在老年的日子里，我们或许会感到孤单、焦虑，甚至情绪不稳定。但正因为我们还能活到今天，更应该去感受那种可以自由表达自己，可以对生活发表看法的幸福感。这种能力是年轻时无法体会到的独特喜悦。在生活中，有时消极的想法会不请自来，这是完全正常的。但重要的是，不要被他们束缚。如果你能学会按下心里的好心情开关，主动去调整自己的情绪，那么你就迈出了走向积极人生的第一步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。第一，快乐的生活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小确幸，让自己每天都能笑得出来。第二，与人交往保持轻松简洁，处理人际关系时，学会干脆自在，不让自己被负面情绪困扰。第三，用幽默感笑对衰老，面对老去和生活中的小挫折，用幽默感去看待，让日子更轻松有趣。第四，成为他人的小帮手，即便年纪渐长，也能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人带来温暖和帮助，同时让自己感受到价值与快乐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一一详细聊聊这4个小秘诀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快乐的生活。作者一直对自己说，如果不以好心情生活，那真是太亏了。人生短暂，应该尽量让自己保持快乐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。它提醒我们，快乐并不是理所当然的状态，而是一种需要主动去创造的选择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处于好心情，尤其是步入高龄之后，生活中各种让人不快的因素更是随处可见。身体可能会因为受伤或疾病而带来不便，视力或听力逐渐衰退，行动力下降，这些都可能让心情低落。甚至在日常生活中，一些小尴尬也会频繁出现。走路时不如意，交流中突然忘记别人的名字，或者发现自己记忆力不如从前，这些小细节可能让人心生焦虑和无力感。但是作者强调，快乐的生活和仅仅追求快乐其实略有不同。真正的快乐未必总能轻易获得，有时甚至遥不可及。然而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表现出轻松愉快的状态。这种轻松愉快，并不是盲目的装作开心，而是一种通过行动和态度，让自己慢慢感受到内心舒适的小智慧。当你心情抑郁时，不妨先试着微微上扬嘴角，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笑容，就能奇妙地影响你的情绪，让心情逐渐明朗起来。现代科学研究表明，面部肌肉的动作会向大脑传递信号，让大脑误以为自己正在体验快乐，从而产生现在很开心的感觉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种巧妙地欺骗自己大脑的方法，让你在心理上获得及时的轻松感。更神奇的是，当你带着这种轻松愉快的表情时，会发现周围的人也会被吸引过来，人群的靠近带来更多交流，欢声笑语随之而来，心情自然也会提升，甚至有助于增强免疫力。这不仅能改善心态，还可能对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，例如预防生活习惯病、缓解焦虑或减轻疼痛，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充满活力。而且，这种快乐的生活方式1分钱也不花，完全不需要额外的物质投入，
却能带来巨大的心理和生理收益。在人生的晚年，这无疑是吸引幸福和轻松生活的秘诀。当心情陷入低谷或困顿时，作者还会轻轻自语：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。这句话简单，却有神奇的力量。它像一阵清风，让紧绷的心慢慢放松，让你不再陷入过度悲观的思维循环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健康、经济等方面的不安和焦虑。这时，记住用这样的方式调节心情尤为重要。所以，作者提醒我们，无论年龄多大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请务必不要忘记，快乐的生活是你给自己最宝贵的礼物，也是让晚年充满幸福与平和的关键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与人交往保持轻松简洁。我们来说说人际关系。说实话，人际关系往往是人生中最难聪明解决的烦恼之一。无论是朋友、夫妻还是亲子关系，到了高龄，仍有很多人会为这些事情感到困扰。有时候，曾经亲密的人会因为一点小事关系变得紧张，甚至疏远。家人之间更是微妙，明明是最亲的人，却因为一点小摩擦就产生误会，甚至让我们觉得没人理解自己，有孤独感。这些经历，可能你我都不陌生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作者给出了他自己的方法。当人际关系让他失望时，他会先微笑，然后对自己说：个人都有各自的事情嘛，就这样学会顺其自然，放下心中的不快。如果你能抱着人际关系是互相的这个心态，会发现自己的心情轻松多了，也不会总是失望。当然了，作者也坦言，在漫长的人生里，他也曾因为某些人心生怨恨，也曾觉得有些人真的很难相处。但他的心态真正发生巨大变化，是在70多岁那年，他竟然参加了东京知事选举。当时，他在众多女性的支持下，仅用短短17天的准备时间，就大胆参选，并意外获得了约82万票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些平日里让他有些讨厌的人，也投了他的票。这个经历让他深刻反思，即使一时与人有摩擦，时间过去后，也许双方的心意会重新靠近，即便曾经冲突分开的人，也可能有一天重逢，并感到喜悦。所以啊，带着怨恨过完余生，其实太浪费了。当然，并不要求你完全忘掉怨恨，而是可以先暂时搁置，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情。这就是作者独创的搁置法，他用它保持了多年的人际平和。回头看看你自己的人生，也许有些人你不太擅长相处，也许有些关系总是摩擦不断，但我们的时间有限，与其一直抱着负面情绪，不如把目光投向让自己心情平静、值得期待的事情，这才是真正为自己好。如果心里还是有点不甘，不妨给自己加点幽默感。奇妙的是，这样一来，负面情绪会慢慢淡化，你的心情也会变得轻松起来。放下完美主义。年轻时，我们追求效率、完美和计划周详，但到了90岁，身体和精力都有所限制，很多事情不再可能像以前那样做到尽善尽美。学会接受自己的不足，享受刚刚好的成果，也是一种智慧。人际交往不必纠结太久，干脆利落，心快一点，你会活得更自在、更轻松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用幽默笑对老去。衰老其实可以很有趣，只要你学会带着幽默去看它。作者本身就非常喜欢俏皮话，也很重视幽默。对他来说，创作这些有趣的语录是一段充满乐趣的时光，一边思考，一边笑着度过。这种轻松的心态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身体的提醒一个接一个的出现，膝盖、腰部可能开始疼痛，起身时不自觉地会发出哎呦，甚至在平地上也可能被绊倒。没错，这些小插曲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。但好消息是，现在的人衰老的速度比过去慢了很多。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70多岁女性，依然打扮得时尚，神采奕奕。
他们约上朋友去咖啡馆、家庭餐厅聚会，聊得开怀大笑，笑声此起彼伏，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光。作者自己在70多岁时，也依然活力十足。那段时间，他四处奔走，今天在这里演讲，明天去参加研讨会，还要抽空写作，行程紧凑的就像风暴一样，忙碌但充实。当然，人生总有意外。77岁时，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，从而短暂地踏上了卧床不起的老年生活，不得不面对行动不便、体力下降的现实。但幸运的是，通过坚持康复训练，他逐渐恢复，生活又回到了平缓的轨道。回头看这些经历，他深刻体会到，衰老是一个缓慢而自然的过程，伴随着小小的起起落落。如今，作者已经91岁，正式迈入了真正的老太太阶段。虽然年纪已高，行动不如从前，站立或走路都需要小心翼翼，但他依然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和幽默感。但人生的道路依然延续，还要放下对物质的执念。年轻时，我们可能为了房子、车子、钱财而焦虑，但到了晚年，物质不再是生活的全部。学会轻装上阵，把更多精力放在陪伴、回忆和心灵的满足上，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。别忘了，我们正生活在人生100年时代，即便成为老太太，生活依然漫长，而且充满可能。从小，作者就相信文字的力量可以打动人心，而幽默同样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幽默不仅可以调节心情，它还是对抗衰老的宝贵资产，前提是你得保持头脑灵活，学会用幽默去看待生活中的各种小挫折。当你能带着幽默去面对老去，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有趣，日子也会因为笑声而更温暖。所以朋友们，请把幽默当作你的好伙伴，把衰老当作人生的一部分，用轻松俏皮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。这正是保持好心情生活的最大秘诀。最后是第4部分，成为他人的小帮手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提供一点小帮助的人。别小看这些小举动，他们的力量可大了。这也是作者自己创造的有趣词语之一。他想告诉我们，高龄者并不仅仅是需要被帮助的对象，我们同样可以在社会中发挥作用，用自己的方式成为别人的小帮手。随着年纪增长，到了90多岁，身体真的会越来越不听使唤。作者形象地称这种状态为异次元的摇摇晃晃，有时候连自己都忍不住惊呼，这动作怎么这么笨拙？比如起身慢了，走路摇摇晃晃，甚至平地也会不小心绊倒。这些小插曲，每个人都会遇到。现在他的生活中，接受他人帮助已经成了常态，登上讲台。如果没有扶手，他会向别人伸手求助。每一次，他都怀着感激的心，说一声谢谢，欣然接受别人的扶持。但是，如果只是一直被人帮忙，就容易产生沮丧感，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有点泄气，有点无力。所以，关键在于保持我也能为别人做点事情的心态。而这个点事情可以非常小，看到有人提着重物很吃力，你帮忙搬一下；看到有人心情不好，坐下来倾听；在街上遇到邻居，大声招呼，微笑一下，也能让对方的心情瞬间柔软。甚至一个简单的笑容，就有神奇的力量，它能驱散别人心里的不安，让人感到安心。成为别人的小帮手，核心就是互帮互助的精神。你帮助别人，也会被别人帮助。这种日常中的小循环，会让你即便年纪渐长，仍然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、对他人产生价值。只需要一点点关心，再加上一点勇气，任何人都能做到。敢于伸出援手，当你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力所能及的小行动帮助别人，也会让自尊心得到提升。身体可能会老去，但情感、善意和温暖是不会衰老的。总是开朗、保持好心情的人，会让周围的人感到舒服，也会让自己每天都心情愉快。
所以啊，朋友们，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明白了？只要你随时打开自己的好心情开关，人生的后半程同样可以充满乐趣、智慧和开心。无论你现在几岁，这4个秘诀都提醒我们，幸福和好心情其实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他们告诉我们，生活可以充满乐趣，衰老并不可怕，困难也可以用幽默和善意去化解。即便年纪渐长，我们依然能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温暖和力量。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好心情开关，每天都活得轻松、自在、开心，让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闪闪发光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